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要讲的内容呢，是如何有效的获得别人的帮助。那不管你是在求学、找工作，还是在职场发展，你不可能只依靠你一个人，你往往需要别人的帮助来帮助你获得成功。这件事情在很多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，如果有人给了你一个重要的帮助，比如说留学，比如说找工作，比如说创业、融资等等之类的，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讲如何有效的获得别人的帮助。那社交其实是我非常想讲的一个话题，那么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，有关于我的一个采访，讲到关于我在社交方面的一些心得，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背景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。在开始我们今天内容之前呢，我先做一个声明，一个 disclaimer，因为下面我会讲到一些如何请别人帮忙的做法，其中会用到一些我自己的例子，就别人怎么请我帮忙之类的。先声明，我讲这些内容不是为了装逼，不是为了说，嘿，你们以后要找我帮忙，你们一定要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做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只是以我的看到的情况做一个例子，分享给大家，说你们如果找别人帮忙，不一定找我帮忙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做？应该怎么做？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屏幕上的这个例子，我已经把这个人的他的名字啊什么都省去了，所以应该不会知道是谁。这位同学呢，在一个群里加了我为好友，然后就说，哎，你是 Google 的产品经理吧？我在 Google 的面试到了一个阶段，然后呢，可不可以请你给我做一个模拟面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作为他请求的一方，如果我给了他这个帮助，有可能会怎么样呢？有可能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因为他可能会进入到他非常想要去的地方，成为他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。但是我有没有这样做？作为一个非常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在这个时候我没有这样做，我没有选择帮助他。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帮助他？那我跟你讲讲看，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哈。首先，这个人加我为好友之后，没有自我介绍，我一直到最后都不知道他是谁。第一，我觉得这点非常不礼貌。第二，他从头到尾没有跟我讲他是一个什么样水平的人，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帮助是不是可以让他成功。那我干嘛要浪费这个时间？第三，他让我帮他做的事情是一个很花时间的事情，需要我帮他去做模拟面试，又花时间又花脑力。那么我跟你又不认识，你又不介绍你是谁，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？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例啊，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我是可能真的会去帮他这个忙的，然后很可能会让他的人生有一个好的转变，那么我没有帮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讲说，如果是你需要别人帮忙，你应该怎么做？用什么方式可以对你而言最有效的获得你想要的帮助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讲三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最理想的情况，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说你曾经帮助过这个人，然后你再请他帮一个忙。那这种情况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文化里面，都是有所谓叫 give and take、exchange of favor。美国人也一样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很多时候为什么喜欢帮助别人呢？一方面啊，是因为我热心助人啊，这个其实也是有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其实确实是有想过，就是说，如果我经常帮助别人，我其实就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资源。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我可以去找他。虽然说我帮助你，我不一定以后会请你把这个人情还给我，但是我至少我有这个可能性，我可以去请你帮助我。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那如果我先去帮助了别人，然后呢，我再去请别人帮助，这是最理想的情况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成功率就很高。那对于你而言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尽量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，主动的去帮助别人，对你未来是有好处的。平时要多积累对别人的帮助。好，这是最理想的情况。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？大部分情况其实不会的，不会说你找别人帮助的时候，恰好这个人你以前帮过他，这种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？
好，这里我要把一个话非常慢的讲出来，非常慢的讲出来，就是你要展现出来你是一个值得帮的人。我慢再讲一遍，你要展现出来你是一个值得帮的人。好，我再把这个事情展开来说是什么意思。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就以找工作作为例子，但实际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哈，不是一定找工作，但是我以找工作作为例子，在找工作时候你怎么做？第一点，要展现出来礼貌和尊重，礼貌和尊重，就是值得帮的人是礼貌的，是尊重的，是刚去认识别人的时候，首先你要非常礼貌的和对方沟通，要做自我介绍，然后要向别人表明来意，要非常尊重对方的向对方请求，这是第一。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别人如果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，那你一定要理解对方。就比如说我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就是有人会请我帮助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非常方便，我会说啊这个可能不是太方便或者怎么样，他还会穷追不舍，他说哎没有啊，我听说你可以这样子的，我心里想我靠，还有这样的做法，这种做法显然是非常不尊重人的做法。所以说怎么样呀？尊重很重要，自我介绍，尊重对方，然后对方如果表现出来不是非常的方便的话，你不要追着对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是要表达出你这个人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价值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现在举的是找工作的例子哈。那在找工作的过程中，如果你请别人帮忙的话，一般来说无非就是什么 information 的 interview 聊一聊呀，或者是怎么样呀，给你做模拟面试等等之类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要展现出来你是个很有实力的人，这样呢，第一，别人帮助你会很有效果，就是比如说我花时间跟你聊，然后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你真的是可以面试上，那我这个时间就没有白花，就没有白花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什么呢？人的内心啊，其实都是愿意帮助别人的，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我是希望帮助一个未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人的人，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帮助让我觉得这个人不优秀的人，所以你要展现出来你是个很优秀的人，你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。那这个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？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不要问傻问题，不要问傻问题。有什么事情你先做一些 online 的 research， 在网上做点 research， 然后你跟人沟通的时候，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比较懂这个事情的人，你问的问题比较到点子上，这个时候别人就会非常愿意帮助你。第三点就怎么样呀？要表现出来，如果对方帮助你，而且你在对方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，对对方有没有什么意义？如果有意义，要比较明确的讲出来，比较明确的讲出来。比如说，我以前读 MBA 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梗，我经常用，我现在就分享给大家。什么梗呢？就是我去找那些跟我有点相似背景的人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是 Emory 的学生，我就去找 Emory 的校友，我说，哎呀，校友你好呀，师兄你好，师姐你好，我想可以跟你打一个电话吗？因为我正在面试你们公司的职位，想了解一些信息，然后我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次面试，然后呢去你们公司工作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强化我们 Emory 的校友在你们公司的联系。我当时用的词好像是说 strengthen the Emory community in your company， 大概这个意思。就表达了就是我如果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意义，对吧？那我这个梗什么都可以用，我去找中国校友，对吧？不一定是我们学校的哈，就只要是中国人，我就会跟他说，我特别想跟你打个电话，聊一聊你的公司情况。如果我去你那工作了，我们一起怎么样呀 ？strengthen 我们的 Chinese community in your company。这个梗可以各种复用，对不对？在 anyway 了，这个 point 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明确的告诉对方，如果你获得成功了，对他的 community 有什么意义，明确指出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怎么样呀？我现在要跟讲什么？跟你们说，请你们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对这个视频点赞，或者怎么样留言，或者是分享，或者是订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可以激励我做更多的视频，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分享，对你们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刚才讲了两个情况，第一个情况是非常理想的，就是你曾经帮助过别人；第二个情况呢，是你没有帮助过别人，但你展现出来你是个值得帮的人，对吧？这也不错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说，很多时候你会觉得，可能没有很多的价值可以提供给对方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这样做。第一个就是直接 offer 对方价值，比如说有一种情况是说，我想请你帮这个忙，但是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会愿意给一些酬金给你，那这是一种做法，
当然比较俗一点。还有一种不俗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想请你帮这个忙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，我也不想给你钱，但是呢，我愿意为你工作，我愿意为你劳动。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频道，这个频道为什么能够起来？为什么能有这个频道？是因为有一个朋友找到我，他说呢，他说，哎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你的，但是我可以愿意帮你做事。我说好呀，那正好，那我要不请你帮我做我们的视频的剪辑吧，我就录视频，你帮我剪好，我就上传上去，这个事情不是很好做吗？哎，通过这种方式，他其实是 offer 了他的时间、他的精力、他的 expertise，其实跟 offer 钱是一回事，就是你 offer 一些东西给对方，如果你没有价值的话，你只能通过 offer 做事，这是一种办法。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 offer 一个未来的价值，你 offer 一个 promise， 就是说，哎，我今天请你帮我这个忙，但是怎么样呀？我以后一定会怎么样呀？会帮你的。你如果以后有什么，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你可以找我。那比如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个例子哈，那这个截图呢是一个朋友请我帮他介绍一个人，介绍一个人。那当时的情况呢是我其实呢没有特别适合的人介绍给他，但是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，我就说我可能不是很方便，对吧？我不至于说我会 went out of my way to go extra miles 去帮助这个人，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帮助他。但是呢，他是这么讲的，他说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以后会偿还你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就觉得呢，一方面哈，我不是一定会找他回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第一很有诚意，很有诚意。第二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个说法让我心里非常舒服。那这个其实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要 offer 一些 value，那这个 value 可以是未来的 value，你可以说我未来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，没有关系，或者是我可以帮助你的地方你可以找我等等之类的。那这也是一种可以去请别人帮助的一种方式，这样也比较有效，比较有效。然后这个事情后来结果呢，是我确实是went extra miles，就真的是去帮他找了几下，然后找到了一个人，然后去跟他聊。所以我觉得我当时也是被他的这个诚意打动吧。好，那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，就如何有效的获得别人的帮助。第一个，在理想状态下，先提供帮助给别人，然后再让别人帮助你，这是最理想情况。第二种情况，如果你没有先提供帮助给别人，那么你要展现出来你是一个值得帮的人。那是什么是一个值得帮的人呢？在前面我有讲到。第三个，你也可以试着去提供价值，那其中可以包括现在的价值，比如说俗一点可以给钱，不俗一点可以怎么样呀？帮助对方做事，那这也是一种价值。或者呢，可以提供未来的价值，说，哎，我有一个承诺在这个地方，你以后呢有事可以找我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或者是我会回报你的，这也是一个提供未来价值。好，最后呢，之所以讲这个话题呢，是我感觉到啊，现在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处在两个极端。第一个极端是很多人他比较的，怎么说呢，有点害怕去麻烦别人，所以他不能够去很好的去请求帮助，这对他自己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，是不好的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现在媒体啊鼓励大家去请别人帮忙，然后呢，造就了很多的伸手党，就是说媒体会说 "You just ask"，只要去请人帮忙去吧。那这个其实呢，我觉得也非常不好，就是你不要做伸手党。我倒是说，伸手党本身呢是好是坏，我不评价它。但是你如果只是说 "You just ask"，这个很可能不会非常有效，对你自己而言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式。所以的话呢，希望建议大家使用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方式去寻求帮助。好，在这次节目的最后呢，我稍微讲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 special case，一个特别的情况，就是如何请别人介绍联系人。比如说大家看一下现在屏幕上的这个例子，这是我管理的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例子，就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有没有人认识这家公司的人能够介绍一下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去问他，就说，哎，你找这个公司人是干什么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我把重要话说三遍，请别人介绍人的时候怎么样呀？要讲意图，说三遍。为什么呢？对于介绍的人来说，就比如我来说，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。其实我本人是非常愿意介绍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人认识的。但是呢，我很想知道的是，我介绍你们认识是个什么情况？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吗？是 mutually beneficial 吗？还是只是对一方有利？
那么对一方有利的情况，就一方求另一方办事，那这个里面这个 framing 就很重要，我们如何去把这个事情展示出来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在什么情况下我不可以介绍你们认识？那是跟这个意图有关系的。如果是 mutually beneficial， 也就是说对双方都有利，比如说是一些合作的事情，那我就更加舒服的可以介绍你们认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请别人帮忙，或者是请别人帮忙介绍人的时候，要讲意图，要讲意图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